都市中林立的大楼，往往被视为城市高度发展的象征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韩国？看着韩国大都市中的一排排高耸的大楼，实在是非常的壮观。随着大楼的越建越高，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也越藏越深。今天 Book 就来跟大家分享一则韩国诡异的都市传说。今天这则都市传说是发生于1991年韩国庆尚北道朴顶市某一处的 M 公寓社区里。据说当时这则故事是某网友于韩国论坛中发文的，该网友选择不公开公寓的名字以及具体的所在位置。一般猜测，如果将此公开，除了会让公寓住户感到困扰，也会使该建商损及相关利益，甚至影响到该区房价等，导致被建商提告，因此才选择用 M 公寓作为代号。据说当时这栋 M 公寓开始建造的时候，在施工初期就发生许多无法解释的怪事，从施工初期到完工为止，竟然有高达11人于此处死于非命，对象包含当时在此地施工的工人，甚至是在附近玩耍的小孩，皆命丧于此。但是离奇的地方就在于，如果这些死者的死因都不是因为大楼施工的意外所造成，而是全部都死于心肌梗塞。相传这些死者在死前都有着相同的经历描述，他们都曾在工地遇见一名漂亮的女孩，笑容很甜美，主动过来跟他们打招呼，聊天的内容大概都是：你好，你住哪里呢？我住在1301号房，非常高兴认识你，以后请多多指教哦。之后就离开了。诡异的是，看过这名女子的人都不约而同的在2-3天后竟全部都死于心脏麻痹。虽然在大楼的新建过程中相继传出这些诡异的传闻，但大楼建造过程并没有因此而放慢，此事件也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。因此不久后，这个位于朴顶市拥有27栋大楼的大公寓社区正式宣告新建完成，这也为之后我们要说的都市传说揭开了序幕。当时由于 M 公寓大楼所处的位置是位于市区内的精华地段，也因此该社区建案在开卖后不到几日的时间便销售一空，之后住户便开始陆续迁入。而就在3个月后， M 公寓的第112号大楼140号房迁入了一对朴氏新婚夫妇，以下简称为朴男朴女。两人努力工作存钱存了好久，好不容易存到了头期款，买了这栋房子，怀着激动雀跃的心情搬了进来。而这对新人还有个好习惯，就是两人每天在上班前都会有晨跑的习惯，跑完后梳洗一番，上班精神也比较好。在某一天的清晨，此时天刚刚亮，天空中刚露出一点曙光时，两夫妻早起后简单的盥洗后，便开始往社区后面的一座后山出发。两人一前一后的跑着，由于朴男的脚程比较快，因此跑步时朴男通常都跑在老婆前面。在跑了一段时间后，朴女在某一段路程时，看见前方的老公慢慢的停下了脚步，然后嘴里还喃喃自语的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，对着空气比手画脚都不停。接着朴男便好像对着某个方向挥挥了手后，便又开始跑了起来。老婆当时带着满满的疑惑，回到家后马上问了老公：你刚刚是怎么了啊？一个人对着空气自言自语，比手画脚的，看起来很可怕欸。朴男回答说：我刚刚在跟一个也是住我们社区的一个住户聊天啊，他问我说我们是住哪里，我就回答说我们是住在1401号，然后他就说刚好他也是住在1301号啊，就这样而已啊。朴女说：你在乱说什么啊？我刚刚明明就没有看到任何人啊，你不要这样故意编故事吓我啦。朴男这次觉得老婆是不是故意找他麻烦，于是两人就起了一点口角。后续因为上班时间要到了，两人便不欢而散的赶紧上班去了。之后朴女在上班的过程中越想越觉得不对，想说今天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早早处理完公事要赶紧回家，好好的冷静跟老公讨论一下这件事。于是下班时间一到，朴女便匆匆的收拾一下，赶回到了社区时，电梯门一打开，正准备要拿钥匙开门时，
却发现家里的大门是半开的，没有关上。仆女此时心里带着疑惑，慢慢的推开了大门，发现大厅内的电灯都没开。仆女此时心里想着，该不会是家里遭小偷了吧？于是便轻轻的推开了大门，蹑手蹑脚的走进屋内，嘴里小声的喊着：“老公，你在家吗？不要吓我啦！”然后慢慢的朝着卧室走了进去。打开房门的那一幕，老婆看见老公一动不动的躺在床上，心里由害怕转为生气，朝着躺在床上的老公大骂：“你干嘛在家睡觉啊？然后为什么大门没关？我叫你都不回答我啊！你说啊！”但这时普团却完全没有任何反应，一样是直挺挺的躺着，一动也不动。仆女气到直接走到老公的身边，正准备要再开骂时，此时仆女却看到了令她永生难忘的一幕。老公此时眼睛布满血丝，全身僵硬的双眼只盯着天花板，好像是看到什么令他崩溃至极的东西。老婆此时崩溃了，放声大叫的哭了起来。此时的声响也惊动到了附近的邻居，邻居过来后看到现场状况，便急忙的帮忙报警以及叫救护车。就在救护车到达医院后，医生后续抢救无效，发现男子已死亡半天以上，而且死亡原因为心肌梗塞。事后仆女忍着悲痛，忙完老公的丧事后不久，在某天回想了这整段过程，心里实在不解的是，老公平时都有在慢跑的习惯，而且没什么不良嗜好，平时的健康检查也都很正常，怎么会就这样突然死于心脏疾病？就在仆女回想的过程中，突然脑中闪过了老公过世那天在早上跟他提过的1301号房女人，难道这其中有什么关联吗？仆女抱着这个疑问，于是便战战兢兢的出门，走到了1301号房后，叩叩叩，请问有人在吗？叩叩叩，请问有人在吗？问了好几声后，都没人应答。此时刚好管理员上来看到了仆女，仆女便问了管理员关于1301号房的事。管理员便说：1301号房是我们这栋大楼里唯一没有住户入住的房子啊。管理员也有听说过仆女家里的事，于是便跟仆女说了声：“你也请节哀顺变啊。”便离开了。仆女这时呆站在原地，但是老公跟她说的那个1301号房的女人到底是谁呢？在此事不久之后，1401号房仆男离奇死亡的传闻也在邻里间传开了。在事发不久后，此时又有个怪事降临在了112号大楼的808号住户上。这对夫妻是一对40岁左右的中年夫妻，两人是顶客族，日子过得悠闲又轻松，夫妻俩的感情也是很恩爱。就在有一日，小两口吃完晚餐，看完电视后，各自的梳洗了一番，时间也蛮晚了，两人便相继的上床入睡了。两夫妻习惯躺在床上时，彼此会聊聊今天发生什么事。就在此时，老公说：“对了，我今天下班回到家的时候，在楼梯间有遇到一个住在301号房的女生，她主动跟我打招呼，还问我住哪里。我就跟她说，我住在这栋的808号啊。那女生身材还不错哦。”说到此时，老公得意洋洋的说着：“怎么样？你老公我虽然到了这把年纪，还是有行情的好吗？”哈哈哈，便哈哈大笑了起来。老婆在此时却仿佛被五雷轰顶似的，整个脑子里嗡嗡作响的想着前阵子听到的1401号男子的传闻。住在1401号的男生在见到了1301号房的女生后就死掉了，然后1301号房根本就没有住人啊。妻子此时不发一语的眼神呆滞的看着老公。老公此时发现老婆好像不太对劲，脸色怎么好像发白，以为是老婆在吃醋生气，便问老婆说：“你怎么了啊？我刚是开玩笑的，你不要放心上，我最爱的还是你啦。”老婆这时便撇了头转了过去，说：“我没事啊，赶快睡觉。”此时老婆脑子里都是想着1301号房的那个传闻，根本就睡不着。不久后，丈夫便悻悻然的睡着了。在整个晚上，老婆都睡得很不安稳，心里很不安的3不5时便趴在老公的胸膛上，确认老公有没有呼吸。就这样过了整个晚上。时间快到清晨时，老婆实在太累了，熬夜了整晚没睡好，便索性直接躺在老公的胸膛上睡着了。
就在不知睡了多久，被一阵鸟叫声吵醒后，发现自己还躺在老公的胸膛上，但是老婆这时却没有听到心跳声了。老婆才突然惊醒，猛然的抬头一看，发现老公这时同样身体一动也不动的，双眼睁大的盯着天花板。事后检查的死亡原因仍然是心肌梗塞。就在这一连两件怪事发生后，整座社区的居民大家都人心惶惶的，尤其又以112号大楼这边居民最害怕，指社区房价纷纷有住户开始以8折出售，甚至112号大楼内的住户还有开价直接下杀到6折出售的。可见的这个恐怖的传闻已经给这个社区带来了极大的恐慌。但你以为传闻就到此会停止吗？并没有。就在不久之后，紧接着112号大楼又出事了。这次轮到的是705号房。705号房当时住的是一对老夫妻，由于这一对老人家并没有小孩，房子内也有多余的空房，此时遇到了有个乡下来的男大生，恰好有租房的需求，因此便整理了一间空房，出租给了这位男大生。这位男大生是当地著名的书痴，每天总是清晨一大早便起床至学校读书，然后到了快要深夜才回到租屋处。大学生与这对老夫妻相处也十分融洽，平常男大生课业准备的差不多时，便会提早回家，还会非常贴心的煮饭给老夫妻吃。老夫妻也把这个男大生当成是自己的儿子一样疼爱，视如己出。老夫妻每次也会询问男大生最近功课准备的如何啊，不要太累啊，身体还是要顾啊等之类的关怀。由于老夫妻也有听闻到1301号房的传闻，因此平时在跟男大生聊天时，便会有意无意的跟男大生说起此事，要男大生平常没事时不要跟随便的陌生女子搭话。男大生想说这类的传闻只是老人家之间的迷信而已，并没有放在心上。然而三个人将开心的日子过没多久，在808号房男子死亡10天后的某个晚上，男大生一回到家后，惊慌失措的大哭着跟老夫妻叙述说，刚刚他遇到了一个1301号房女人，并且嘴里不停念说，我是不是会死，我是不是会死。老夫妻此时赶紧安慰男大生，要他冷静，安抚着男大生说，那些都是传言，你不要放心上，别怕别怕。但是男大生还是吓得不停的瑟瑟发抖着。老夫妻便跟男大生说，要他今晚跟他们两夫妻一起睡好了。两夫妻进房后不停的安慰着男大生，试图安抚男大生的惊恐情绪。过了不久后，三个人便渐渐入睡了。没想到天一亮后，这时老先生还躺在床上，却突然听到一阵凄厉的惨叫声。此时老奶奶眼神惊恐的看着躺在床上的男大生，睁大眼睛望向天花板，已经没有任何呼吸心跳。同样的死亡原因，心肌梗塞。一连3起恐怖事件使得社区的居民非常的害怕，尤其是112号大楼的居民联名起诉建商，要求建商退款，但住户给了理由，由于缺乏了科学根据，法院根本就无法判理，因此便将此案驳回。但是112大楼住户并不放弃，继续向建商提起诉讼。就在4年后，也就是1995年，建商终于同意让步，并将112大楼的居民当初支付的款项全额退给住户们，然后叫112大楼居民全数撤出。故事说到这边，其实布克后来有查到网络上说，关于这个传说的真实传闻，还真的有查到这个社区的资讯。看这张图，这个社区看起来的楼号，整体的大楼数量也只有23栋，并不像论坛中叙述的是27栋。然后从101号楼数到125号楼，传说中的112号楼是真的看不到，但是布克有没有找到104号楼，这个就蛮奇怪的了。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都市传说有没有什么看法或见解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区讨论哦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喽。